戴安老师，近期这个中东局势啊，彻底的进入一个白热化了。起了一个卦象叫做地火明夷卦，大权必然是什么？后入于地，必然迎来光明出地的破局。很好奇，风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动作又对应了什么样的卦象呢64卦里面，我们有乾坤中猛虚所失三卦连变推导出的中东大事，美以双方最终会失败。推演一番，2026年丙午年的伊朗整体的战略走向到底会是怎么样呢？元丰地震，启发的真的是虚剑还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源观节的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窦岩。戴安老师，近期这个中东局势啊，彻底的进入一个白热化了。那其实我们频道的很多老粉丝啊，都知道我们去年老师是用奇门遁甲和六壬，精准的推演出了台湾和日本的地震。那今天呢，就是想请老师为我们观众好好的推演一番，2026年丙午年的伊朗整体的战略走向到底会是怎么样呢？你熟悉易经的，你都知道，就是我们通过易经就起卦了。起了一个卦象叫做地火明夷卦，坤在上，离在下。首先是取象伊朗的现状它是内明外暗离为火为明对应的就是伊朗有自主的军工，有它的抵抗之国。比如说坤为地，那么为引，那对应的是什么？就伊朗被西方所制裁地缘孤立的一个外部压制。明夷的卦辞我们都知道叫地真坚利坚大人，什么意思呢？伊朗在当前的困境中只坚守不全面开战，联合反霸的这个正道能够得到中俄等外部力量的这种助力。那么我们再看它的爻辞，夷于左谷，用整马壮。即左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美夷的核心战力，海上的一些霸权整马壮这个爻辞代表什么呢？摧毁这个沙特中苏海峡的实际的动作，是离火克金的五行深刻体现。那么上六爻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就看起来打上了一个很大的胜仗。是，但是其实呢，这个盛景很快要过去。那2026年就先生判断，丙午年双火流年克金，大权必然是什么？后入于地。那我们再看它的变卦，明夷卦的核心结局是变火地进卦，有离在上，坤在下，故而守正终得光明。预示着伊朗突破制裁和围堵后呢，必然迎来光明出地的破局中东的格局也将随之反转，这也是物极必反的必然的结果。哇，那这个卦象真的是十分的精准。那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应该会很好奇，风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动作又对应了什么样的卦象呢？从这卦象里面又能不能推演出这一核心事件发展和最终的走向呢？2026年丙午年是天干丙，地支午，均为什么火，所以取离火为上卦，以此代表什么？流年的大事。而霍尔木兹海峡呢为水为险坎为水嘛，它为行动，所以呢取坎水为下卦，代表要推理的核心事件。那么离在上，坎在下，火水未济卦，其核心的象就是火水相战阴阳失衡。六爻呢皆不单位，就是阳爻居阴爻，阴爻居阳爻。你提到这个未济卦，你又不得不提这个济济卦。济济卦，济济卦是什么？它每一个爻它都是单位的阴爻居阴位，阳爻居阳位。是，所以这个卦象呢，就直接映射当前的中东的局势的本质，就是美国靠石油美元强行维持的霸权秩序，是阴阳错位、霸权重构的非稳定体现。伊朗主动反击为阳爻动，对应着什么？未济卦中的上九爻，有福于饮酒，无咎，如其手，有福失事。伊朗以诚信联合盟友破局，虽然有风险，但能让美夷陷入困境。上九爻动后呢，就离火就变成了坎水，未济卦故而转变为坎为水卦，坎为险，但卦之什么？喜坎，有福为心，亨，行有善，说明伊朗虽处在险境，但内心里是非常坚定的，行动果决，必定能够亨通。
这是第一次我们的变卦。那么我们第二次的变卦，坎为水，地水师卦，这也是核心事件的最终结局卦。坤上坎下，它的卦辞为师者众也，众人联合，共伐霸权。在我们的那个易经里面64卦里面，我们有乾坤中虚守师。所以我们在打仗要讲究出师有名。美以双方打伊朗，它是否是出师有名呢？它不是，它也不是正义之师。所以这个卦辞里面就预示着中东的很多个国家，他们会纷纷的效仿伊朗共同反抗美国这个中东的霸权。这是三卦连变推导出的中东大势，美以双方最终会失败。那麻烦老师就是从第一季度开始，按照6爻的时序，给大家层层拆解伊朗2026年每一个阶段的具体动作和背后的逻辑，让大家彻彻底底的明白、看清楚当前的局势。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6爻嘛，我们的爻辞，然后的话知道他第一步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到第二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是第一季度初6爻，谦君子，用色大专，即就是伊朗低调的整合，筑牢根基。伊朗的导弹库存量达到2100枚到2500枚，有足够的资源有，所以伊朗会低调的整合，抵抗之狐，向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输送导弹零件，共享情报，同时依托中俄底海航线保障石油出口。那我们这个第2个季度的爻辞又应该是作何解释呢？那么6二爻辞叫做明谦贞吉，明就是为公开发声明谦低调的联合之后，公开的展示力量。伊朗会牵头抵抗之狐，在波斯湾、在红海举行联合的军演，直接封锁以色列海上通道，用导弹威慑美国的海军航母。那么第3季度呢，为9三爻。9三爻的爻辞叫劳谦君子有终，即劳谦呢，主要是指持续的努力，多方的联合，君子有终，代表长期坚持必能达到目标。伊朗必然会推动伊斯兰的合作组织联合沙特、土耳其等19个国家开始要签署中东无核化宣言，逼迫美国停售以色列的武器。意思是什么？孤立美伊。那我们第4季度我们就看2个爻，好吧？首先看64爻，挥谦无不利。那么95爻呢？不复以其邻，地用庆伐。挥谦主要是什么？柔中带刚以退为进。不复以其邻，是指借助盟友之力壮大自身。美国10月3日将会举行中期大选，特朗普为了选情，绝对不愿意在中东陷入长期的战争。伊朗的问题将成为什么？选举的焦点。伊朗会顺势暂停60%的高丰度这个浓缩铀，以此唤起美国解除部分石油以及解除金融制裁，同时通过抵抗之狐盟友获取核技术零件年底将浓缩铀秘密提升到80%延续核模糊的这种策略。那26年的美伊博弈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短期的粉活，然后核心的矛盾未解。所以11月份呢，美国的中期大选结束之后呢，特朗普的政府为了稳定他的执政，会与伊朗达成了临时的和解协议。也就是说，美方解除部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方暂停公开高丰度的这个浓缩铀的活动，美伊有望呢停火降温。伊朗通过2026年一整年的这个布局呢，完成了3个核心的目标。第一个是什么？巩固了这个核心的这个抵抗之狐。第二个就是什么？推动了中东去外部化的这种共识。第3个就是核能力实现实质性的这种提升。而美国呢，则失去了中东部分话语权。石油用美元结算的这个根基会进一步去松动。这场博弈将持续3到5年，中东将维持着美伊高位对峙的这个僵局。中东格局的演变变成了完美的一个融合，那每一步呢，其实都是有理有据的。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26年的伊朗能否顺利破局？美国的中东霸权是否会加速衰落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如果您在当下也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判断，想要去做一件事却反复找不到判断的时机，那么也欢迎添加我们的
道元老师的 WhatsApp， 让我们道元老师为你量身打造一套属于你的最好的方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感谢我们道元老师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好的，下期再见，拜拜。拜拜。